你怎就知道我不能为卧龙武宗做事？若是能做有助于卧龙武宗的事，赴汤蹈火，我也愿意。楚风说道。你若真有那个本事，也就不必借用辅助结界阵，也不用段柳风来替你背锅。宗主大人说道。其实您是怕了吧？是怕我超过独孤凌天大人，还是怕我不受你的掌控，威胁您的地位？楚风接连问道。楚风，快住口！段柳风脸都吓白了，赶忙呵斥，不仅呵斥，更是暗中传音。楚风，你不要命了？竟这样顶撞宗主大人，快认错，否则他真的会杀了你。段柳风的声音都变了，他是真的害怕了。他是了解宗主大人的，他知道宗主大人做得出直接抹杀楚风的事情，而楚风他又岂会不知道这样做的危险性？他又岂会不知道这样的激将法对自己后患无穷？但楚风没有办法，他若不开口，不用激将法，他就真的要被驱逐出去了。不过楚风也并非是无脑激将，他是在确保自己不会死的情况下，才敢这样顶撞这位宗主大人的。令人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宗主大人竟怒极反笑，且放开了那抓住楚风的手。不知道你哪来的自信，竟有这样的底气？你真觉得你强于独孤凌天？那我就给你这个机会，3日之内打破独孤凌天在卧龙命塔创下的记录。若能打破，我就让你留下，且免你罪责，封你为卧龙弟子。若是不能，我不仅将你驱逐，还会要你狗命。宗主大人此话说完，便看向段柳风。段柳风，不要以为你是卧龙长老之首，你就可以为非作歹。今日念你以往功劳，不予你追究，好自为之。宗主大人话音还未落下，但是他的身影已是消失不见。楚风，你可真是大胆啊！段柳风站起身来，看着楚风，不知是该责怪他，还是该夸赞他。不管怎么说，我留下来了，明日的招亲大会，我还是可以参加的。楚风说道。莫说招亲大会你难以赢下，就算赢下又如何？你的小命怕是不保了。段柳风叹道。卧龙命塔是什么地方？楚风问道。他知道段柳风如此担忧，必然是与那卧龙命塔有关。卧龙命塔可不是修炼之地，那是一个送命之地，在那里得不到任何好处，只有可能送掉你的性命。就算不死，那对你来说也是百害而无一利。段柳风说道。那到底是什么地方？楚风再度追问。你先不要问了，安心准备明日的比试吧。明日比试之后，我再告诉你关于卧龙命塔之事。段柳风对楚风说道。段兄，抱歉，是我连累你了。楚风很是惭愧地说道。我没事的，只是你罢了，不要有心理负担，为明日好好准备。我先回去了。段柳风拍了拍楚风的肩膀，便转身离去。只是转身之际，却仍是忍不住叹息一声。这一声叹息充满了忧虑，而那声叹息是因为楚风。看着段柳风的背影，楚风内心十分感动。为了帮助楚风，明明犯下大错，可却不为自己担心，而是仍在为楚风担心。这段柳风真如亲兄长一般关爱着楚风。段兄，你的恩情，楚风必然会报答。楚风心中暗暗发誓。时间飞逝，转眼间便到了次日。楚风一夜无眠，只是可惜，期待的奇迹并没有降临。楚风仍然没有解开卧龙魂甲最后一重的封锁。当楚风打开房门那一刻，看着面前熟悉的身影，他与众人相视一笑，应该是为了帮自己加油打气。楚风在这卧龙武宗内，所有关系好的朋友都来了，夏言、李牧之、赵师、宋喜、兔圆圆等，除了弟子，长老们更是来了不少。北玄院主事等人不提，就连段柳风也来了。随后，楚风便在众人的簇拥下，前往了那招亲大会的武斗台。在那武斗台处，更是早就人满为患。这是卧龙武宗内专门用来比试的武斗台。武斗台本身是一件至宝，虽然看上不是特别大，但是若是踏入其中，方能感受到它的面积有多辽阔。而武斗台四周皆是观看席，观看席之多，甚至延伸至高空之上。可哪怕如此，除了那些未有身份之人留下的上宾之位外，几乎座无虚席，已是人满为患。在武斗台的登台处下方摆放着一个牌子，那上面有着楚风与左丘幽雨等人的签名，这正式报名了参与紫菱招亲大会之人的名字。当然，在最后面还有一个特别的名字，那便是卧龙之首。这4个字写得非常丑，可却是在场之人看得最多的名字。人们似乎想通过这字迹来揣测一下，这位神秘的卧龙之首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只是从那随意且丑陋的字迹来看，人们的第一感觉好像这位卧龙之首是一个放荡不羁的人。对，这就是人们的评价。因为知道他很不简单，所以哪怕字迹潦草且丑陋，评价也只是会放荡不羁。但若是一个平庸之辈，在这样的牌子上面写下这样丑陋的字迹，那这个评价可能就是难听的词汇了。楚风，你还敢来？楚风正观察着情况，一道充满敌意的暗中传音便映入耳帘。楚风抬头看向了一处上宾之位，左丘幽雨不仅坐在那里，还用那冷冰冰的目光看着楚风。在他的眼中依旧涌动着杀意，杀兄之仇，这左丘幽雨是必然要报的。当然，在阴阳窟境界，左丘幽雨暗中对楚风出手，那一击就是要楚风性命而来，所以这左丘幽雨的命，楚风也绝对不会放过。他们2人恩怨不仅结下，且必有一死。楚风，我劝你一句，最好不要登台，待我击败此人，你需要挑战的就是我。而这武斗台是封闭的，长老都无法干涉，你若敢登台挑战我，我就要你性命。左丘幽雨继续以暗中传音的方式对楚风说道。对于左丘幽雨的挑衅，楚风没有回话，但并不是因为楚风怕了，相反，楚风那轻蔑的笑容更是让左丘幽雨感到不爽。到场之人越来越多，到的最后，卧龙武宗所有到场长老与弟子都是站起身来施以大礼。因为不仅副宗主来了，连宗主大人也来了。卧龙武宗的这位宗主大人是很少露面的，他今日出面也是代表了他对此事的重视。当然重视，毕竟这就是他在为紫菱招亲。令人没想到的是，居然是由副宗主大人
来主持这场招亲大会，这重视程度已是无需多言。随后副宗主大人更是当众宣读了一下比试规矩，此次是挑战大赛，若要挑战，也是根据实力强弱来决定优先权。这实力强弱自然是根据卧龙弟子的排名，最先具有优先权的便是左丘幽雨。只是眼看着挑战时间马上就到了，那个神秘的卧龙之手却依旧没有现身，这让人们感到不解。难道这位卧龙之手如此的膨胀，连宗主大人都到场之后，他仍不肯出面？可若是他一直不出面，那么今日这场挑战当如何是好？他该不会是弃权了吧？对，场众人皆是不停地猜测着，但是因为宗主大人在场，他们哪怕猜测，也只是暗中传音来相互交流。武斗场表面虽然人满为患，可是自从宗主大人出场以后，便变得异常安静，没有人敢发出多余的声音。终于，挑战的时间到了，而几乎在挑战时间到了的同时，那武斗台上面竟出现了一众力量，那是一重屏障。屏障似乎早就存在，因为它先是完整浮现，随后便开始消散。只是消散之后，一道身影也是出现在屏障之内，他躺在了武斗台的台面之上，而他的现身也是立刻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这位必然便是神秘的卧龙之手。人们不停地打量着，可最后却发现根本发现不了什么。此人虽然穿着卧龙弟子的服饰，可是却头戴兜帽，脸上也戴着面具，将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且无论是兜帽还是面具都特殊打造。而且抛开这些不谈，这位卧龙之手的身材非常矮小，与正常男子相比，属于较矮的一种。当然没人在乎他的身高，人们只是好奇他怎么如此神秘，都已经到了这一步，居然还不肯露出真容。而且他怎么是躺在地上的？不对，不对劲！仔细一听，好像有打呼的声音，且那声音正是传自卧龙之手。因为面具在脸上，人们都看不清他是睁眼还是闭眼，但那打呼的声音却是越发清晰。他该不会睡着了吧？他似乎早就来了，那屏障是他的手段，到了时间之后便会立刻打开，露出他的阵容。难道他真的睡着了？在这样的场合提前到达，就为了睡觉？这颠覆了人们的认知。此时左丘幽雨已是率先登场，走入了武斗台之中。在下左丘幽雨，挑战卧龙弟子首位之名。左丘幽雨上台后对其抱了抱拳，可那位卧龙之手除了那打呼声之外，却没有任何回应。他居然还在睡觉。左丘幽雨面露难看之色，被人如此轻视，让他十分不爽。但他并没有贸然出手，而是看向了自己的爷爷。毕竟这场挑战是由他爷爷主持的，已经开始了。副宗主开口了，只是短短5个字，便告诉了左丘幽雨该怎么做。得罪了。左丘幽雨再度抱拳，随后滋啦啦，雷纹涌动，雷霆铠甲也是浮现而出。他的修为连续提升，转眼间便从3品武尊提升到了5品武尊的地步。左丘幽雨倒是谨慎，不敢有丝毫大意，出手之前就将自己的修为提升到了最佳状态。不仅如此，一把通体银色、长达万米的长剑也是出现在手中。此剑一出，一股王者之气便四溢而出，那乃是一把真正的尊兵，并且品质比左丘炎凉那一把还要好上一些。左丘幽雨无愧是卧龙武宗最杰出的小辈弟子，就连待遇似乎也是卧龙武宗最好的。但左丘幽雨仍没有直接出手，他将尊兵长剑插在武斗台上，并未打算直接使用它。但是他的威压却是横扫而去，如无形的洪水猛兽，向那卧龙之手冲击而去。5品武尊的威压自然是极为恐怖的，也就是在武斗台之内，人们只能看到威势，感受不到那杀伤力。可实际上，这威压若是在外面释放而来，威压所过之处，怕是万物都要毁灭。只是就是那般强大的威压，自那卧龙之手身边吹过，竟不能奈何于他，甚至连他的衣衫都未曾动过一下。有力量在守护他，楚风也一直在观察，他已经确定是有一层力量覆盖了卧龙之手，连衣衫都被覆盖，所以才会在面对那般强大的威压肆虐之际，连衣衫都未曾动过一下。威压过后，尴尬的一幕发生，那打呼声居然还在，这位卧龙之手居然还在睡觉。该死！被对方如此轻视，左丘幽雨的脸上也是越发的挂不住。他手握尊兵，横空一挥，顿时一道光刃横扫而去，正对着那卧龙之手的身躯。这是要将卧龙之手拦腰斩断。巨响轰鸣，那以5品武尊为根基，以尊兵之身发出的光刃，在碰到卧龙之手的身躯之际，却如同撞到了坚不可摧之物，竟硬生生的爆炸开来。而在观那卧龙之手，竟依旧毫发无损，坚不可摧之物，居然便是他那弱小的身躯。左丘幽雨怒了，手握尊兵便直接冲了过去。他似乎被愤怒冲昏了头脑。一开始他虽然愤怒，但却较为冷静，皆是选择远程攻击手段，这对他来说自身也是安全的。可现在他手握尊兵，已是冲到了那卧龙之手面前，近距离挥动尊兵长剑，刺向了那卧龙之手的喉咙。可就在此时，卧龙之手动了，他探手一抓，竟直接抓住了左丘幽雨刺来的尊兵长剑。左丘幽雨的攻势轻而易举的便被拦了下来。好强！楚风一直聚精会神，目不转睛的观察着那武斗台。可是这卧龙之手的出手，楚风却根本没有看清他的动作，只能看到结果。此人太强了，只是这一出手，楚风便感觉到了极大的压力。段柳风没有骗他，这的确是一个他难以战胜的人。你就是左丘幽雨之前的卧龙之手。卧龙之手开口了，意想不到的是，他的声音竟然有些苍老。左丘幽雨没有开口，而是身上雷霆涌现，却覆盖住了尊兵长剑。他眼见对方实力强大，不敢再有一丝大意，直接施展出了尊境武技，并且这尊境武技段位还很高。可下一刻，那雷霆便消散了。当楚风反应过来之际，发现那原本躺在地上的卧龙之手已经站起身来，不仅站了起来，他的一拳更是已经落在了左丘幽雨的腹部。左丘幽雨先是愣了一下，随后便连续倒退几步，他强忍着支撑身体，可是最终
他还是没能忍住，双腿一软，扑通一声半跪在了地上。这一幕是超乎所有人想象的，该不会真的就这样结束了吧？人们还没有察觉到这个卧龙之手到底是何修为呢？他连威压都没有释放出，便将左丘幽雨击败了。真的结束了吗？左丘幽雨似乎也在这样想，他满面不甘，极力挣扎，似乎很想站起身来，但他的身躯似乎已不受控制。尽管人们能够看得出来他在用尽全力，可根本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你看，真是太弱了，滚一边去吧！那卧龙之手走到左丘幽雨身前，大袖一挥，一个巴掌就将左丘幽雨扇到了这武斗台的角落。这一幕再度看到众人目瞪口呆。当今小辈因人才辈出，从而被誉为卧龙武宗有史以来小辈实力最卓越的一辈，而左丘幽雨又一直以来都是当今小辈最强之人，所以他在小辈之中一直高高在上，地位超凡。可就是这样的存在，竟被这位卧龙之手如此对待，可怕！所有人都感受到了这位卧龙之手的可怕。下一位卧龙之手站在台上，虽然戴着面具，但人们还是能够感受到他的目光扫射而来。只是这目光之下，台下竟是鸦雀无声，那些之前写上过名字的人也都没了动静。怎么，没人挑战了吗？没人挑战，我可就要回去睡觉了。卧龙之手伸着懒腰，的确没有人挑战了，连左丘幽雨都败得如此彻底，还有谁会自讨苦吃？人们似乎已经预想到这场招亲大会到此结束了，虽然意犹未尽，但更多是却是震惊。早就知道卧龙之手不简单，但却没想到他强大到了这种地步，连左丘幽雨在他面前都没有招架之力。最可怕的是，哪怕是现在，人们也不清楚这位卧龙之手到底是何修为。我来！可就在人们以为结束的时候，楚风却站起身来。楚风，别逞强啊！见楚风起身，夏言赶忙开口相劝。实际上不仅仅是夏言，此时诸多暗中传音，同时映入楚风耳帘。莫说主事、长老等人，就连李牧之等人都在劝楚风，在不知道对方实力的情况下，挑战一下情有可原。虽说现在仍不知道对方实力，但却已经能够明确一点，他的实力要远在左丘幽雨之上。面对这样的对手，还要硬着头皮挑战，显然不是明智之举。但是楚风却已经做好了准备，他不可能放弃。他不仅起身，且正在向武斗台走去。他已经提前将禁药藏于口中，此时正准备吞服而下。他不可能眼睁睁看着紫菱与旁人定亲，哪怕明知胜算很低，可楚风也要一试。等一下，是你要挑战我吗？那卧龙之手打量了楚风一番后问道。对，在下楚风想要挑战。楚风说道。不用挑战了，卧龙之手的位子让给你了。楚风说道。此话一出，莫说旁人，就连楚风自己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还没有挑战就得到卧龙之手的位置，还有这种好事？你是说不用打了？就连楚风也不太确定自己是不是听错了。我说不用挑战了，我不想和你打，卧龙之手的位子让你了。卧龙之手再度强调道。这一刻，原本安静的观看席顿时炸开了锅，哪怕宗主大人在场，也难以让众人控制自己的情绪了。他们感觉十分震惊。啥情况？难道楚风认识此人，还是说他不喜欢紫菱，不想迎娶紫菱？真的就这样将卧龙之手之位让给楚风了？可是楚风真的有这个资格吗？就算他愿意将卧龙之手之位让出，那么左丘幽雨愿意吗？卧龙之手他也配吗？果然，左丘幽雨开口了。他虽仍坐在武斗台的角落，但是缓和了一会后，他的脸色也是好了些许，至少能正常说话了。如众人所料，就算卧龙之手愿意将这个位置让给楚风，但左丘幽雨也并不愿意。你说什么？可左丘幽雨刚刚开口，卧龙之手便看向了左丘幽雨。不仅如此，还在向左丘幽雨走去。看到卧龙之手靠近，左丘幽雨的眼中竟涌现出了一抹恐惧。怕了，向来天不怕地不怕的左丘幽雨居然怕了。卧龙之手之位，应当能者居之，紫菱师妹的丈夫更应当是能者居之。我相信这也是宗主大人举办此次招亲大会的初衷，你不该将卧龙之手让给这种弱者。左丘幽雨是真的怕了，他居然解释起来，但显然这卧龙之手并不领情。你在这放什么狗臭屁呢？我问你，卧龙之手现在是我的，我将它让给楚风，你有何不妥？你有意见是吗？有意见你就说，我可以打到你。没有意见。卧龙之手已经走到左丘幽雨近前，并且一把抓住左丘幽雨衣领，将左丘幽雨提了起来。见此一幕，旁观之人仿佛都能感受到左丘幽雨的内心是多么的崩溃。那可是高高在上的左丘幽雨，什么时候被人如此对待过？我问你话呢，耳朵聋了还是嘴巴哑巴了？你还到底有没有意见？卧龙之手不依不饶，大声追问。左丘幽雨没有与其对视，但还是小声说出了一个字：没。他竟然妥协了。虽然意料之中，可人们还是感觉不可思议。今日左丘幽雨的自尊真是被这位卧龙之手按在地上摩擦，没有就好。卧龙之手这才满意的点了点头，将抓住左丘幽雨的衣领放开。可是下一刻，那放开的手竟握紧成拳，紧接着噗的一声，一拳又轰在了左丘幽雨的肚子上。这一拳下去，竟比刚刚交手时的一拳还要重，直接打得左丘幽雨大嘴一张，不仅鲜血狂喷，连腹中之物也喷了出来，恶心至极。当然，那些东西都被卧龙之手给躲了过去，他的速度快得离谱。你们的比试已经结束，而他也已妥协，又何必再度出手？副宗主大人见自己孙子被人如此对待，也终于看不下去，不由发出质问。可是哪怕面对副宗主大人的质问，那卧龙之手竟也丝毫不惧，反而发出轻蔑一笑。他是妥协了，可刚刚的质疑也是真的。难道因为他后面妥协了，前面的质疑就成了对的，就不应该被教训？我差点忘了，这个废物是你孙子吧？抱歉，你孙子您舍不得打，我可不惯着他。话罢，
卧龙之手竟一把抓住了左丘幽雨的头发，再度将其硬生生的给提了起来。你给我记住，之前怎样我不管，从今以后在我面前给我安分一点，再敢跟我废话，我撕烂你的嘴，断了你的舌头。话罢，他又狠狠一甩，再度将左丘幽雨给甩在了武斗台的墙角之上。那高高在上、受万人敬仰的左丘幽雨，在他面前简直如蝼蚁一般。随后他便走出了武斗台，径直的向楚风走来。他所过之处，所有人都是下意识的闪退。之前在武斗台内还好，当他走出来，人们对他的恐惧顿时加深。虽然感受不到他的修为，可是此人的压迫感实在太强了。恭喜你了，楚风，抱得美人归。来到楚风近前，这位卧龙之手对楚风说道。楚风很想感谢他，虽不知对方到底出何原因，但楚风还是很感激他，将这卧龙之手的位置让给自己。楚风的确需要这个机会，可楚风感谢的话还没有说出口，一道暗中传音却是映入楚风耳帘。楚风，来日方长，咱俩的账慢慢算。这乃是卧龙之手的暗中传音。想看楚风外传的兄弟，请关注一下蜜蜂的微信公众号，名称善良的蜜蜂后援会，在微信添加朋友里找到公众号，在公众号里搜索善良的蜜蜂后援会，关注即可。听闻此话，楚风顿时心中一紧，我认识你。楚风也是以暗中传音的方式回问道。对方这句暗中传音，似笑非笑，似是玩笑，但却也似乎真有敌意。总之让楚风捉摸不透。但楚风翻阅自己的敌人，似乎并没有这样一号人物。我是谁？你会知道的。卧龙之手再度以暗中传音回复，并且是带有笑声的回复。且此话说完，便看向宗主大人。师尊，若是无事，弟子便退下了。师尊，这位卧龙之手真的被宗主大人收为关门弟子了。而卧龙之手此话一出，也是立刻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宗主大人的关门弟子，那可是非同一般的。虽然早有传闻，宗主大人要将他当作未来宗主培养，可现在来看，好像真是属实。退下吧。宗主大人挥了挥手，而那卧龙之手便也直接离开了。这似乎是一个除了宗主大人谁也不放在眼里的家伙。宗主大人，你看现在当如何？副宗主大人看向了宗主大人，他的言外之意是在问，这卧龙之手以这种方式让给楚风，那么楚风是否真的可以得到与紫菱定亲的资格？楚风并不具备与紫菱成亲的资格。宗主大人说道。他此话一出，左丘幽雨则是面露微笑，可是楚风的脸色却是变得阴沉起来。本来以为那卧龙之手将这个位子让给自己，自己将可以与紫菱定亲，却不成想宗主大人竟并不同意。宗主大人，我觉得您的这位关门弟子说的其实很有道理啊。卧龙之手本是他的名号，他想让给谁其实也都是可以的，他有这个权利。段柳风开口了，身为楚风的大哥，他自然要为楚风说话。卧龙之手是说让就能让的吗？难道你这卧龙长老守卫的位子也是你想让给谁那就让给谁？那卧龙武宗的规矩何在？卧龙武宗岂不是要乱套？亏你还是卧龙长老之首，居然连这种话都说得出来。宗主大人很是不悦的怒斥起来。而对于宗主大人的话，所有人都觉得没有任何问题。一些职位本来就是需要具有一定实力和能力，否则根本就不配站在那个位置。就比如宗主大人的位置，他倒是有这个资格，将他的位置传给任何人，哪怕他要是传给一名修为普通的弟子，大家也都是不得不服从。但是真正认可的又有几个呢？段柳风真的很在乎楚风，哪怕已经被宗主大人怒斥，可他竟也丝毫没有罢手的打算，而是继续说道：宗主大人所言自然是极有道理，只是您的这位弟子想将卧龙之手的位置让给楚风，其实是与紫菱有关，也许是他也发现紫菱与楚风更加合适呢。既然他都成人之美，我们又何必棒打鸳鸯？段柳风笑眯眯地说道。段柳风，你今日的话可够多的。宗主大人看向段柳风，眼中闪过一抹寒意，这抹寒意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受到了。那一瞬间何止是冰冷之气，那分明就是死亡的气息。那寒意太过恐怖，吓得所有人都是闭上了嘴巴，当然也包括段柳风。这种情况下，楚风双拳暗暗紧握，但却也什么也没有说。没有办法，就算不服也要承受。这里是卧龙武宗，而宗主大人就是这里的主宰，所有人都要听从他的。不过在楚风极度悲愤之际，却也有人欣喜若狂。就比如左丘幽雨，虽然他身负重创，刚刚更是经历狼狈一幕，但他仍用得意的眼神看着楚风，是在看楚风笑话。实际上看笑话的可不止左丘幽雨一个人。楚风虽然优秀，可是并不代表所有人都喜欢楚风，那些不喜欢楚风的人自然也就等着看楚风的笑话。楚风的确没有资格做卧龙之首，但楚风昨日宣布了一件事，他要在3日之内进入卧龙命塔，并且要打破独孤凌天创下的记录。若是他不能做到，将会主动离开卧龙武宗，但他若能够做到，哪怕不是卧龙之首，他也有资格与紫菱定亲。当然为紫菱招亲乃是公平公正，若是有人对此并不认可，觉得他自己更配得上紫菱，那么在无法击败我这位弟子的情况下，倒也可以与楚风一同进入卧龙命塔。我宣布，无论是谁，只要能够在卧龙命塔打破独孤凌天的记录，都有资格得到与紫菱定亲的资格。当然这名额只有一个，若有2个人可以打破，那么便是成绩更好的人得到这个名额。宗主大人此话说完便直接离开了。而当宗主大人走后，此处却是沸腾了起来。他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楚风主动提出要打破卧龙命塔的记录，只要成功就有资格与紫菱定亲。若是有人谁不服，也可以与楚风一同打破记录。而人们议论的便是此事，不仅议论，且看向楚风的目光更是颇为复杂。楚风，你疯了？你好端端的干嘛要进入卧龙命塔？夏言更是一脸不解的质问起来。不仅是不解，他的脸上更是有着些许责怪。不仅是他，李牧之等人也都围到了楚风身旁。回我那里再说吧。
楚风起身向自己府邸行去。你现在可以说了吧，到底是为什么？你是疯了吗？刚刚进入楚风府邸，夏言便忍不住追问起来。如果我说我没有选择，你们可信？楚风苦笑道。没有选择？怎么回事啊？夏言追问道。随后楚风便将昨日的经过告知了夏言等人。宗主大人，为何如此针对你啊？得知经过，夏言愁眉不展。若是其他人难为楚风倒还好说，可若是宗主大人难为楚风，谁都无可奈何。相比于这个，你们还是与我说说这卧龙命塔到底是什么地方吧。楚风说道。你还不知道卧龙命塔是什么地方，你就答应了？夏言很是诧异的看着楚风，那眼神就像是在看着一个傻子。我的确还不知道。楚风说道。我真是不知道该怎么说，你简直不可理喻。夏言看着楚风，气得直跺脚。而后他们倒也是为楚风讲述起了这卧龙命塔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简单的说，这卧龙命塔是一个奉献的地方。卧龙武宗无论是长老还是弟子，无论是身患疾病还是寿命走到了尽头，总之临死之前都会踏入卧龙命塔。卧龙命塔会吸收他们仅存的生命，且在他们彻底死后炼化他们的修为与本源，将他们的一切转化为阵法力量，用于维持卧龙武宗内诸多大阵的运转。但其实活着的人也可以进入其中，但进入其中便要付出代价，那便是以自己的寿命为大价。卧龙命塔分为多层，据说越是向上，那炼化的力量越高。因为进入其中的人大多数寿命将尽，所以无论是何修为，大多数还在第一层就已经死去。不过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也有些想法特别者，明明寿命尚在，也会选择进入卧龙命塔，将自己奉献给卧龙武宗，为的只是在卧龙命塔上留下自己的名字。可哪怕这些人，却也只能在爬到第5层的时候就会死去。当然也有例外，也有一些人进入其中又活着出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人物，自然便是独孤凌天。独孤凌天曾登上过第9层，他在卧龙命塔的第9层留下了自己的名字，那也是目前为止卧龙命塔内留下的名字最高的。其实那种地方哪有什么记录，若非要说的话，那名字的高度便是记录。所以楚风要想打破独孤凌天的记录，最起码也要登上第9层才行。可是那并非修炼之地，而是奉献生命的地方，生命是有限的。楚风就算天赋异禀，可能否爬到第9层也是一个未知数。夏言他们如此担心楚风，就是害怕楚风真的死在里面。独孤凌天大人当初为何要爬这卧龙命塔？楚风好奇地问道。没人知道独孤凌天大人为何要爬卧龙命塔，但能够确定都是他并不是要奉献自己，并且他也真的活着出来了。夏言说道。我倒是听过一种说法。段柳峰说道。段兄是什么说法？不仅楚风询问，连夏言、李牧之等人也是好奇地看向了段柳峰，他们也想知道为何好端端的独孤凌天大人会要爬那卧龙命塔。有人猜测，独孤凌天大人当初打破记录成瘾，已是进入疯魔状态，几乎卧龙武宗内的所有记录他都想要打破，哪怕并非修炼之地的卧龙命塔他也不想放过，所以他才会踏入其中。段柳峰说道。可不是说其他人最多就爬到第5层，若只是为了打破记录，独孤凌天大人爬到第6层不就可以了？为何爬到第9层呢？夏言提出了自己的不解。如果真的已经疯魔，想将所有记录都收入囊中，换作是你在可以爬到第9层的情况下，你是挑战第9层还是挑战第6层便收手？段柳峰反问道。多谢段长老提点。夏言明白了。夏言恍然大悟。哇，为何呀？可李牧之则仍是一脸不解。是为了保持记录，无被后人打破，他所做到的难度越高，被打破的可能便越小。倘若他真的是为了记录，那自然也要留下一个后人难以打破的记录。夏言说道。这样的吗？那独孤凌天大人还真是疯魔了，那种地方他也爱。李牧之欲言又止，似乎是想说什么，但却又没说。但是眼下却没人关心他要说什么。我倒是觉得独孤凌天大人不像是这种人，他应该还有别的目的。难道卧龙命塔除了奉献生命便没有其他作用了？楚风问道。没有了，反正我是没有听闻还有什么其他作用。楚风，你别想那么多了，独孤凌天大人确实厉害，可是实际上我们都没有真正的了解过他。其实仔细想想，若真是疯魔了，产生了执念，这种猜测也并无可能。李牧之说道。卧龙命塔在什么地方？带我过去吧。楚风说道。楚风，你该不会知道卧龙命塔是什么地方后，还是要挑战卧龙命塔吧？夏言用难以置信的表情看着楚风。当然要挑战。楚风说道。你真是不要命了，你到底是为什么啊？真的是为了紫菱师妹吗？你到底是有多好色呀？为了一个女子连命都不要了。夏言看着楚风的眼神变得埋怨起来。你以后会懂的。楚风说道。你不用说，我现在就懂，没见过你这么色的。罢了，想死的话我拦不住，我给你带路。夏言虽然气鼓鼓的，但他还是为楚风引路。不仅是他，段柳峰、李牧之等人自然也是同行。随后楚风便与段柳峰等人来到了那卧龙命塔所在的地方。当他们来到时，卧龙命塔已经聚集了不少人。平日里卧龙命塔这种地方是很少有人来的，更不会有人聚集于此。今日这么多人来到这里，自然是听闻楚风要挑战卧龙命塔，想要来看看热闹。值得一提的是，左丘幽雨居然也在，只是相比于武斗台的时候，他已经恢复了往日模样，这是楚风意想不到的。他本以为左丘幽雨很爱面子，刚刚被卧龙之手那样毒打，会不好意思现身，但楚风发现他小看左丘幽雨了，这个家伙脸皮似乎挺厚的。你还真的要挑战？左丘幽雨问道。怎么，你也要挑战？楚风问道。旁门左道，我不屑于做出这种事。左丘幽雨说道。我看你是不敢吧？楚风问道。而楚风话音刚落，还不待左丘幽雨回复，夏言那个丫头也是开口了。
什么旁门左道？独孤灵天大人也挑战过？你是想说独孤灵天大人也是旁门左道吗？敢说独孤灵天大人旁门左道，你算什么东西？不敢就不敢，哪来那么多废话？我看应该把那个卧龙之手叫过来，我倒是看看他在的话，你还敢不敢这么多废话？说实话，我还真是想看看他是怎么扯断你的舌头的。夏言这个丫头可比楚风过分多了，直击左丘幽雨要害。果然，夏言这番言论说出，左丘幽雨的脸色变得阴沉起来，所有人都能看出他是被气到了。四世知道斗嘴斗不过夏言，他干脆冷哼一声，不再回应。贤弟，若是能够超过独孤灵天大人的位置，可以将你的名字刻上去，只要高出他的位置，就算打破了他的记录。不过不要勉强自己，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段柳风对楚风说道：“我知道的。”楚风冲着段柳风等人笑了笑，随后便认真打量起这座卧龙命塔。卧龙命塔共11层，第一层的周围密密麻麻闪烁着如同星海一般的光芒，但若仔细看，每一道光芒都是一个名字，那是以结界之力映射而出的名字，倒是看得出来，曾在这卧龙命塔内奉献自己的人倒是不在少数。到了第2层，虽然名字仍然很多，但是相比于第1层，人名数量便少了许多。而到了第6层，更是一个人的名字都没有了，直到第9层才出现了一个人的名字，那便是独孤灵天。楚风深吸一口气，随后便径直地走向卧龙命塔，他没有犹豫，直接踏入其中。进入卧龙命塔，率先浮现眼帘的便是无数白骨，白骨之多已经堆积成山，但同时涌来的还有一股特殊的力量，那力量涌入灵魂，的确是在窃取楚风的生命，但除此之外倒是并无其他发现。楚风感觉怎么样？楚风刚刚踏入此处，雨莎便关切地询问起来，毕竟这可是一座索命的塔，无碍，若只是窃取生命，那我倒是不惧。楚风说道。你为何不惧？是有保护手段？雨莎问道。那倒不是，而是我服用过不少天才地宝，增加寿命的好东西也有不少，所以我的寿命应该比寻常人要长得多得多。楚风笑着说道。随后楚风一路攀登，转眼间便来到了第5层。哪怕到了第5层，那窃取生命的速度已经增加了许多，但楚风仍然没有特别的不适之感。转眼间，楚风就来到了第7层。但是到了第7层之后，楚风感觉自己的身体开始变得虚弱，一种威胁生命的感觉也随之出现。倒不是说楚风的寿命不够用了，尽管第7层窃取生命的速度快到令人恐惧，但楚风的寿命似乎真的很长，他并未感觉自己的寿命到了枯竭的地步，相反仍觉得极为充足，这倒让楚风十分窃喜。楚风服用和炼化过不少好东西，当然关于那些东西的传闻很厉害，是否真的有那么厉害也是不得而知，但现在来看，那些东西应该是真的有作用，不然他的寿命又怎会如此充足？所以说，那种让楚风感到虚弱和危险的东西，与窃取生命的速度无关，而是另外一种压迫。但楚风还是继续上前，到了第8层的时候，那股危险的感觉更强了，并且楚风发现第8层有点不一样，这里有着明显的打斗痕迹，并且有一种奇怪的气息，这里似乎曾有着什么东西，只是那东西已经被人拿走了。楚风还撑得住吗？雨莎忽然问道。他之所以这样问，是因为他已经听到楚风的喘息声越来越重，而步伐不仅沉重，且已经有些不稳。楚风虽然没有说话，但他却已经察觉到此时的楚风非常虚弱。没事。楚风开口了，声音竟比雨莎想象的还要虚弱。雨莎很想劝楚风回头，可是他也知道他劝不住楚风，毕竟距离打破独孤灵天的记录已是近在咫尺，楚风肯定会坚持。果然如雨莎猜测一样，楚风虽然变得艰难，但却并没有丝毫停留。楚风硬着头皮来到了第9层，这里便是独孤灵天来过的地方。抛开窃取生命的速度以及那危险的气息，以及让楚风虚弱的力量不谈，这第9层给楚风的感觉与第8层一样，这里也有过明显的打斗痕迹，并且这里应该也曾有着什么东西，只是已经被人拿走了。不过与第8层有区别的是，在这第9层的墙壁上出现了独孤灵天4个字，那应该是独孤灵天留下的。独孤灵天肯定是知道什么，他并不是平白无故来挑战这里的，只是他与第8层的那个前辈到底从这卧龙命塔内拿走了什么呢？卧龙命塔必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想到这里，楚风便继续攀登向第10层走去，因为那里必然有着答案。只是通往第10层的塔的楼梯，楚风还未走上几步，便跪在了地上。可恶！楚风抬头观望，看着那距离第10层还有着遥远距离的阶梯，脸上有着些许不甘。楚风，你怎么样？让我出去，让我帮你。雨莎说道。不用出来，我没事，只是似乎只能走到这里了。楚风很想攀登到第10层去一探究竟，只是以他目前的能力，根本无法攀登到第10层。于是楚风取出兵刃，在这楼梯上面留下了自己的名字。楚风一路走来，都已经观察过，将自己的名字刻写在哪里，那么在塔外同样的位置就会出现自己的名字。楼梯的部分比独孤灵天留下名字的部分要高，所以按理来说，楚风能够在这里留下名字，就已经打破了独孤灵天大人的记录了。留下名字之后，楚风便向下走去，他很庆幸自己及时回头了。莫说第10层是什么样，单单是楼梯上的压迫都非常可怕，并且台阶越高，那压迫便越强。继续坚持，可能还未到第10层，楚风就已命丧黄泉。虽然很想知道这卧龙命塔内到底有着怎样的秘密，但楚风却也深知自己的小命要紧。好在每一层的压迫似乎是固定的，楚风越是向下越是轻松。待得楚风回到第1层的时候，除了身上还有着如雨水一般的冷汗，他浑身已经极为轻松自在，没有了一点负担。出来了，出来了！楚风，你感觉怎么样？楚风从卧龙命塔内走出之后，夏言、李牧之等人便立刻一拥而上，关切地打量起楚风。你们看我的样子，像是有事吗？楚风笑着问道。
可是我们看你已经在第9层留下了名字，并且已经超过了独孤凌天大人，但是你怎么像是没事人一样？那里面该不会只是一个洗澡的地方吧？李牧之看着那浑身湿透的楚风说道。洗什么澡？这是我的汗水。楚风说道。楚风，你真的没事吗？会不会受了内伤啊？夏言仍在不停地打量着楚风。真的没事，别拉了，男女授受不亲。你看我衣服里面干嘛呀？楚风说道。谁看你衣服里面了？我只是关心你。夏言被楚风当众这样说，竟然难得的有些脸红了。不过看着楚风这样的状态，似乎真的没什么大碍，这让所有人都感到意外。楚风，真的假的呀？怎么你去的卧龙命塔跟我进去的不一样啊？李牧之说道。怎么，你也进去过？楚风问道。可，实不相瞒，我年少不懂事，偷偷跑进去过。进去之后，能感觉到生命快速流逝，吓得我赶紧跑出来了。该不会是如今和以前不一样了吧？李牧之有些尴尬的说道。难怪他之前欲言又止，原来是他进去过，知道那里面的确没什么好处可的，反而会窃取生命。那要不你再进去试试？楚风说道。算了，进去又没好处，我才不进去。李牧之表现出极大的抗拒。楚风，你居然真的打破了独孤凌天大人的记录，你小子也太厉害了吧？别的地方也就罢了，怎么卧龙命塔这种地方的记录你也能够打破呀？此时李牧之的爷爷李凤仙也是忽然出现，他看到卧龙命塔上面楚风那悬于独孤凌天之上的名字，也是感叹连连，老脸之上有着毫不掩饰的笑容。可能老天眷顾我，所以我的命比较硬吧。楚风开玩笑的说道。不管怎么说，能够留下就是好事。对了，楚风，我有2件事要告诉你，一个是好消息，那便是宗主大人已经答应让你进入一气之地，去与紫菱定亲了。李凤仙说道。真的？楚风欣喜若狂，虽然这是他应该得到的，但当此事真的确定，楚风还是非常激动。毕竟宗主大人那么针对自己，楚风还真怕他在难为自己。而最主要的是，楚风可不会忘记他是为何要来到卧龙武宗的。他来这里不就是为了紫菱吗？想一想，马上就要见到紫菱了，楚风的内心无比激动。那另一件事是什么事？楚风问道。因为听李凤仙的话，另外一件事似乎像是不好的事，另一件事其实也可能不是坏事。于婷一直在我那里修炼，这件事你应该知道，他一直在闭关之中，已经闭关有一阵子了。可是刚刚宗主大人强行将他带走了。李凤仙说道。带走了？该不会是要惩罚他吧？李牧之有些担忧。宗主大人早就知道于婷在我那里了，若要惩罚早就惩罚了。我猜测可能是与紫菱定亲之事有关吧。宗主大人让你2个时辰之后进入一气之地，而既然是定亲，紫菱那边自然也要准备，那帮他准备的最佳人选自然便是于婷。李凤仙说道。对于李凤仙的分析，楚风也是非常赞同。对了，怎么不见我断兄？忽然楚风问道。刚刚太过欣喜，没有注意，但他现在发现段柳风不见了。值得一提的是，不仅段柳风不见了，左丘幽雨也不见了。不过相比于段柳风，左丘幽雨他必然是看到楚风打破了独孤凌天大人记录，气急败坏的离开了。段长老有事离开了。李牧之说道。虽然不知道段柳风有何事离开，但楚风觉得必然是有很重要的事，不然他那么关心自己，必然会守在这里。但是眼下楚风满心都是关于紫菱之事，想到2个时辰之后就能见到紫菱，楚风竟然变得有些紧张起来。这不可思议的情绪却让楚风感觉自己更像是一个人，而不是只会修炼的怪物。也许这就是生而为人最幸福的事情吧。情绪不可控，可却也最能体现人的情感。紫菱啊紫菱，自下界一别，我们可是多年未见了。楚风内心感叹之际，一幕幕往事也是再度涌上心头。想一想初见紫菱之事，他还只是少年，而紫菱比他还要小上一些。转眼间已是过去多年，历经无数劫难与世事。大人，提前带我过去吧。因为楚风太过急切，所以李凤先便提前将楚风带到了那一气之地。只是还是要按照宗主大人给予的要求，要时间到了才能进去。只是站在一气之地之外，看着一气之地的门口，楚风心中却是有些不是滋味。这一气之地的入口处位于一座山峰下方，只是这山峰便给人一种极其荒凉之感。可想而知，那真正的一气之地会是怎样一个地方？想到紫菱因为他而被送入一气之地，楚风便很是心疼。楚风，恭喜了，这个拿着，凭借此令，你可以自由出入。李凤仙将一块特殊的腰牌递给了楚风，因为时间已经到了，楚风现在已是可以进入一气之地去见紫菱。大人，我可以带紫菱一同出来吗？楚风问道。这我便不知道了，但是宗主大人也没有交代，你就不能带紫菱出来？你可以自己试一试，若是能带出来，岂不是更好？李凤仙说道。多谢大人。楚风将腰牌关于腰间，便走了进去。为了有些神秘感，想给紫菱一个惊喜，楚风更是运用手段，将自己的身影隐藏了起来。进入一气之地，果然这是一个极为荒凉之地。这里是一个岩壁世界，虽然空间很大，如同一个世界般辽阔，可无论是脚下与头顶，都是犹如黄沙凝聚而成的岩壁。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连一根杂草都没有，尽显荒凉。但楚风心疼紫菱的同时，却更想尽快找到紫菱的身影。好在并没有多久，楚风便发现了紫菱的身影。不仅是紫菱，于婷果然也在这里。但是眼下，楚风的眼中却只有紫菱。紫菱如今虽然穿的是卧龙武宗的卧龙弟子服饰，可是她的模样比之当年却没有一点变化。虽然已经过去了几年，但紫菱还是那样美丽，仿佛岁月没有在她的脸上留下一丝痕迹。紫菱太美了，美得看得楚风为之出身，心跳都快了不少，甚至一种酸楚的情绪也是涌入心间，涌上鼻头。但是此时紫菱的脸色却很不好看。通过偷听她与于婷的交谈，楚风知道她为何如此不高兴。于婷进入此处，就是通知紫菱，宗主大人为她找到了一位未婚夫婿，今日便要定亲。
但是于婷也不知道此人是谁，她只是来通知紫菱的。紫菱心中只有楚风，自然很不情愿。紫菱，时间似乎已经到了，你打算怎么办？于婷心疼地看着紫菱，不管是谁，我都不会答应的。若非要逼我，我便只能一死了之。紫菱说道。死？那可不太好，怎么能死呢？可紫菱话音刚落，一道声音便忽然响起，那是楚风的声音，但是紫菱听不出来，因为楚风运用结界之术进行了伪装。是谁？紫菱赶忙起身，望向声音传来的方向。我能是谁？我就是你的夫婿啊！楚风说道。我不知道你究竟是谁，但我也有夫婿，所以请你回去吧。回去告诉我，师尊，我紫菱今日不会与任何人定亲，今日不会，他日也不会。紫菱不仅语气坚定，态度还十分冷漠。姑娘，话别说得太死，你怎就知道你一定不愿意与我定亲呢？楚风说道。只是此话一出，紫菱却是发出一抹冷笑。还是请回吧，我不想与你交手，但你若想逼我，便别怪我不客气。枪！话罢，紫菱拿出一把紫色长剑，那竟是一把尊兵。与此同时，紫菱的气息也是释放而出，她果然已是一位武尊境高手。只是紫菱的修为与进入一气之地前似乎并无变化，仍是一品武尊。虽然早就知道紫菱的修为，可看到紫菱也能达到这种境界，楚风仍是为她感到高兴。紫菱，话不要说得太死，我还没有现身，我若现身，我敢保证你会自己扑到我的怀里。恐怕我劝你放手，你都未必愿意。楚风继续说道。找死！然而楚风此话刚刚落下，紫菱抬手便是一剑，磅礴的剑气直奔自己而来，不仅威势滔天，其中还暗藏杀意。紫菱这丫头还真是一如既往的凶狠，这可不是吓唬人的，她这一出手是真的要索人性命。好在楚风如今的修为也是一品武尊，且战力超然，如若不然，这一剑可真的会杀了楚风。躲过这道剑气之后，楚风便继续说道。紫菱，你为何不信呢？既然你不信，那我就只能用事实证明了。说此话的时候，楚风就已经改变了声音，用了自己真正的声音。果然，听到楚风声音，紫菱的脸色顿时有了变化。且此话说完，楚风的身影也是浮现而出。无论是紫菱和于婷，都能看到楚风的阵容。看到楚风，于婷和紫菱都愣住了，他们显然都没有想到出现在这里的会是楚风。怎么，连我都不认得了？楚风看着紫菱，仍想调侃，可他话音未落，一道香气伴随着一阵柔软，已是扑入怀中。楚风哥哥，我好想你。紫菱已是紧紧地抱住了楚风，紫菱紧紧地抱着楚风，那等珍惜的模样，就像是生怕稍微放手，楚风就会跑掉一样。相比于于婷看着楚风那仍带有些许怀疑真假的目光，紫菱却已经坚定地相信，眼前的楚风正是他朝思暮想、做梦都想见到的楚风。而楚风也是抱紧了怀中的紫菱，抱着的同时，也是温柔抚摸着紫菱的长发，而那柔顺长发传来的清香，以及怀中传来的柔软，一切都是如此的熟悉。这熟悉的感觉，只一瞬间就将楚风的记忆带回了九州大陆的时候。九州大陆，青州白虎山庄的禁地之中，那是楚风与紫菱第一次相识的地方。他们的第一次相识并不和谐，反而以是敌人的身份交手，为的是争抢传说中的白虎攻杀术。后面楚风前往秦州，在秦州掌控者至尊山庄举办的联姻大会，再度遇到了紫菱。至于后来，楚风与紫菱在一次次生死磨难之中，不仅越发熟悉，也是互生情愫。于是在六大势力通缉楚风之际，在所有人都期待那场联姻大会，紫菱终于中意的人选是谁之际，紫菱却站在了诸多势力面前，说出了那句我爱之人名为楚风。当时的楚风被六大势力抹黑，已经成为了卑鄙下流、人人喊打的存在。可想而知，当紫菱这句话说出之后，众人是怎么样的反应？有人感觉不可思议，有人甚至觉得自己听错了。在那等情况之下，紫菱身为至尊山庄之人，竟说他中意之人乃是楚风，这不仅仅是公开自己的心意，更是在挑战六大势力的权威。可就在众人质疑、感觉难以置信之际，紫菱却再度开口，坚定地说道：我之爱人就是楚风，无论天下之人如何看他，如何厌他，如何恨他，但我紫菱就认准了他，就认定了他，只认可于他，没有一人能动摇我心，没有一物能动摇我心。此生此世，我便只爱楚风一人，心甘情愿，无怨无悔。今日我紫菱就退出至尊山庄，从此再非至尊山庄弟子，也非秦雷庄主一女。从今以后，无论我紫菱如何，都与至尊山庄再无半点瓜葛。这便是当时紫菱的态度，哪怕退出至尊山庄，哪怕与世界为敌，也要与楚风站在一起。紫菱对楚风的心意震惊众人，同时也刮目相看。当然，后来的楚风也没有让紫菱失望，楚风对紫菱也是十分在意。在剑神谷一战中，紫菱被剑神谷老祖劫持，且对其折磨，那激怒了楚风，使得楚风第一次陷入血脉暴走的状态。在毁灭剑神谷之前，更是当众说道：总有一日，这天会因我而碎，这地会因我而现，这日月星辰因我而变。若那一日我心爱之人已然不在，那我便让这普天之下亿万苍生随他覆灭。虽说当时的楚风几乎丧失了自己的意识，后面这件事他也忘记，可当时那番话也绝对符合楚风当时的心境。那个时候，倘若紫菱真的有了三长两短，以楚风当时的心性，必然会不分青红皂白的打开杀戒。可实际上，虽然多年未见，但楚风对紫菱的爱意却是未见分毫。当然，紫菱也是如此。你一定吃了很多苦吧？楚风抱着紫菱，忽然面露心疼。紫菱天赋在九州大陆时还很卓越，可是到了后面却已尽显疲态。若非要说
紫菱的天赋与百炼凡界的那些天才比都有些差距，就别说卧龙武宗这样的地方了。虽说紫菱得到其父亲帮助，可他能有今日成就，必然也是吃了很多苦，而那种苦必然是凡人所不能受，旁人所无法想的苦。我不苦，我都见到你了，怎么还会苦呢？只是话到此处，紫菱的脸庞从楚风怀中移出，一双美眸有些疑惑地盯着楚风。只是楚风哥哥，你怎么会来到卧龙武宗？这个楚风不知该如何解释。当初紫菱的确有委托于婷去找楚风，但是紫菱却是让于婷欺骗楚风，她的初衷是不想让楚风担心自己。不过于婷却并没有按照紫菱的嘱咐，反而是告知了楚风实情，让楚风来救紫菱。是我说的，是我告诉了他你的处境。在楚风思考如何骗过紫菱的时候，于婷却是主动承认了。于婷，你……紫菱看着于婷，却也是责怪不起来，反而是责怪起了自己。他不怪于婷说实话，但却后悔自己委托于婷。虽说现在一切都好，可若是楚风真的因为他而出现三长两短，那叫他如何是好？那并非紫菱所愿。好了好了，若不是于婷告诉我，我也不会找到这里，更不会站在这里。你可就要与旁人相亲了。楚风赶忙说道。虽然楚风笑嘻嘻地安慰紫菱，可紫菱仍是十分自责。楚风，你把左丘幽雨也打败了，那这么说来，你的实力岂不是超过了左丘幽雨？于婷诧异地问道。虽说他不知道招亲大会具体情况，但他知道左丘幽雨喜欢紫菱，左丘幽雨必然会是楚风最大敌人，倒是没有超过左丘幽雨。说起来也算是遇到贵人了吧？楚风淡淡一笑，将招亲大会那场挑战赛的情况讲述了一遍。当然，楚风并没有说他其实是进入了卧龙命塔，打破了独孤凌天大人的记录，才真正得到与紫菱定亲的资格的。他不想紫菱担心他，哪怕后怕也不愿意。而得知经过，紫菱那悬着的心倒也落下了不少。不明真相当他还以为宗主大人很喜欢楚风呢。之后，楚风与紫菱虽坐了下来，可紫菱却一直黏在楚风怀中，半步不肯离开。紫菱原本不是一个粘人的丫头，由此可以看出她对楚风的思念是多么的深。至于于婷，却也是识趣的离开了，但离开之时却嘱咐楚风与紫菱莫要做过分的举动，小心隔墙有眼。紫菱一直打听着楚风的遭遇，虽说楚风极力规避那些危险的情况，可紫菱还是听出了楚风一路走来的辛苦。那双美眸不仅湿润，更是忍不住抚摸着楚风的脸庞，说道：“你娘亲若是知道你的遭遇，必然很是心疼。”听到这样一句话，楚风也是颇为好奇，为何突然这样说？其实你本不该受这样的苦的。紫菱说道：“以师尊大人的本领，他若要培养你，你本可以成长得极为顺利，不必吃这样的苦。毕竟连我这样的天赋，师尊大人都能让我有今日成就，更何况是楚风哥哥你呢？”紫菱此时的这番话皆是暗中传音，而楚风知道紫菱口中的师尊大人必然不是卧龙武宗宗主，而是他的父亲楚轩辕。我父亲有他的考虑，而我相信他的考虑是对的。楚风淡淡的笑道，他并不怪他的父亲，年少之时不懂事，也曾想过父母生他而不养，多少有些憎恨。可自从见到其父亲，知道其父亲的遭遇之后，楚风便没有一丝憎恨，反而只想替其父亲讨回公道。至于后来，楚风则是觉得父母将其生育已有难以回报之恩惠，本身就不该向父母索取太多，生而为人应当回馈父母之恩，而非一味索取。更何况楚风也知道他父亲不将他留在身边培养于他，而是让他自己成长，也是有他父亲的考虑的。对了，紫菱，你可知道我父亲他是何修为？楚风好奇地问道。其实他对自己父亲的了解可能还不如紫菱，毕竟楚风见他父亲的时间太短，可是紫菱却是跟随他父亲修炼过一段时间的人，而楚风对于自己的父亲一直是十分好奇的。我也不知道师尊的具体修为，但师尊给我的感觉是一个无所不能的人。若非要说的话，我从未见过像他那般强大的人。我曾亲眼见到他毁灭一个世界。紫菱话到此处，眼中竟有着一抹恐惧。毁灭一个世界？毁灭了哪个世界？是如何毁灭的？可楚风却兴奋起来。毁天灭的一直是形容一个修武者强大的词汇，可楚风还从未真正的见过一个能够毁灭世界的强者。而现在看来，他的父亲似乎就是那样一个强者。师尊与元前辈可脱离世界，行踪于浩瀚星空之间，在那浩瀚星空中，自远处观望，诸多世界都化作了一颗颗星辰。当时师尊似是在一座无生命的世界中发现了什么，于是他挥手之间，武力凝聚，化作一把巨剑。那一刻，整片星空都被点亮，是那武力巨剑所散发的光芒。一切发生的太快，当我反应过来的时候，那把武力巨剑已是刺穿世界，将那世界斩成了两段。紫菱说道：“这么说来，我父亲他只是举手之间便释放出了比一方世界还要巨大的武力巨剑。”楚风十分震惊，那世界距离我们较远，在我视线之内，那只是一颗较大的球体星辰，而师尊却站在虚空之间未曾移动。若非要说的话，那把武力巨剑的体积应当是那方世界的数倍之多。紫菱说道：“数倍之多？父亲竟已强到那种地步吗？”楚风内心十分震撼，只感觉自己的头皮都发麻起来。就算是再小的一个世界，那对楚风而言也是不可毁灭之地。可父亲举手投足间便释放出那等力量，若是那样的世界相连在一起，岂不是说其父亲一击就可毁灭多个世界？若世界之内有生灵存在，怕是连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吧？这种震惊转瞬即逝，楚风取而代之的乃是无尽的兴奋。父母常因子女优秀而骄傲，可子女自然也会以父母强大而自豪。那后来呢？我父亲到底发现了什么，才毁了那个世界？楚风问道。原来那世界之内有着一魔物，那魔物藏于世界深处，吞噬生灵力量，是那魔物才导致那方世界内没有生灵存在的。不是原本就没有生灵，而是那世界内的生灵都被那魔物所吞噬。那魔物很强，师尊那一击虽毁了那方世界，可那魔物却并未死去，而是想要逃走。
紫菱说道。那他逃了吗？楚风问道。没有，师尊很轻易地将他收服了。那魔物很大，并没有比那世界小上太多，可在师尊的手段之下，很快便化作了只有掌心大小之物。因他落入师尊手中，我增近距离看过，虽然只是化作掌心大小，可还是十分可怕。他的眼神令我不敢直视。话到此处，紫菱眼中恐惧更浓，想必当时是真的被那魔物吓到了，至今仍心有余悸。不过也正常，那可是能屠杀一方世界所有生灵的魔物，必然是极为可怕的存在。后来如何处置那魔物了？楚风好奇地问道。被袁前辈吃了。紫菱说道。吃了？就那样直接吃了？楚风也是十分诧异。是，而且袁前辈吃的津津有味，并且还说若是能有点蘸料就更好了。紫菱说道。楚风此时明白，原来不仅自己的父亲强大到超乎想象，那位老猿猴前辈似乎也是一个可怕的怪物，至少比那个魔物要可怕得多。所以楚风哥哥，你知道我为何说你本不必受苦了吧？其实我也问过师尊大人，他说过他相信你能克服艰难险阻，就像当初的他一样，其实也是凭借自己一步步成长起来的。正因无人庇护，他才清楚，只凭自己的利与弊，那弊端自然便是面对危险将远超他人，至于利端便是锻炼心性，增强意志，修为稳固。师尊一直说，唯有根基稳固，修武这条通天之路才能修建得高。但是若是你母亲知道，师尊他明明可以保护你，可却偏偏放任你不管，对你必然很是心疼。如果是你日后这样对待我们的孩子，不管你有何理由，我恐怕都难以不去生气。紫菱说道。我们的孩子，那不如现在我们生的孩子怎么样？楚风说话间，已是将罪恶的手伸向了紫菱。楚风哥哥不行，这里有人看着呢。紫菱却是十分惶恐地说道。是宗主他在用阵法监视这里。楚风之所以这样问，是他突然想起于婷回避的时候也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当时以为是玩笑，现在来看似乎更像是提醒。不是宗主，是另有他人，这一气之地内还有其他人。紫菱说道。是被关押在这里的人，还是负责看管这里的人？楚风询问的时候已经开始动用精神力以及天眼进行观察，原本走远的于婷已经被他找到了，可是除了于婷便也什么都没有发现，这让楚风觉得紫菱所说之人必然不是寻常之辈，那多半是手段凌驾于自己之上的人物，算是这里的主人吧。紫菱说道。哦，这里的主人吗？那这位他是卧龙武宗的人，还是另有他人？楚风问道。楚风哥哥，看来你对卧龙武宗很了解，居然知道卧龙武宗除了卧龙武宗的人之外还会有其他存在。不过也正常，毕竟我的楚风哥哥无论走到哪里都是最优秀的，这些事情自然也是瞒不过你。紫菱看着楚风，眼中竟有着几分得意。之所以如此，那是因为卧龙武宗内除了卧龙武宗之人外，还有其他存在，这件事可以说是一个秘密。哪怕有这种传闻，但是大多数人也只觉得是传闻，并不会相信真的有这种事情发生。但楚风则是不同，他一开始的语气就是极为确定的。可是楚风踏入卧龙武宗的时间明明如此之短，如此短的时间就能够确定这件事，这也是证明了楚风的优秀。你这丫头居然也学会夸人了。不过我看你的意思，这里的那位应该不是卧龙武宗之人吧？楚风说道。的确不是我卧龙武宗的人。紫菱说道。那他到底是何方神圣？你可有见过？他对你没有威胁吧？楚风接连问着。之所以如此好奇，乃是那位与紫菱身处一地，而楚风也只是关心紫菱罢了。那位究竟是何方神圣，我也未曾真正见过，但是他很厉害，非常强大，就连我师尊也无可奈何于他。紫菱说道。而他此时所说的师尊，自然便是卧龙武宗的宗主大人。那他有没有威胁到你？楚风再度追问。此时隐隐间已是感觉到了一丝不妙。听紫菱的话，宗主大人似乎与此处的那位有过较量，起码是有过接触的。可连宗主都无可奈何的话，那这位便不只是不简单，而是有些可怕了。没有，那种人物怎么会与我一般见识呢？楚风哥哥，你不要胡乱担心了，我这不是好好的。紫菱笑眯眯地说道。我带你离开这里吧。楚风指着自己的腰牌说道。不行，我还不能离开。可听到楚风要带自己离开，紫菱第一反应却是拒绝。是你师尊不让你离开吗？楚风问道。紫菱点了点头。可是他此话刚刚说完，脸色便变得扭曲起来，一种强烈的痛苦正在席卷着紫菱。紫菱很想掩饰这种痛苦，可是那痛苦越来越强烈，她根本无法掩饰。紫菱很快便俯下身子，捂着自己的胸口，脸色也是在这一瞬间就变得苍白。见紫菱如此，楚风则是赶忙上前搀扶住了紫菱，并且楚风还运用手段观察紫菱身体，这才发现在紫菱的灵魂之中有着一重枷锁，是那枷锁的力量正在折磨紫菱。这是你师尊做的，还是他人所为？楚风问道。楚风哥哥，我没事，你不用担心。紫菱强颜欢笑，虽然他是不想让楚风担心，可在楚风看来，他这样逃避自己的问题，更是说明这件事的不简单。紫菱，这到底是谁做的？楚风再度问道。是本尊做的，你能如何？可还不待紫菱回答，忽然有一道声音自远处炸响。你是何人？楚风看着那声音传来的方向，凝声问道。本尊是何人？本尊乃是此处的主人。怎么看你爱人受苦，我看你很是不爽啊。但是不爽又有何用？有本事你帮他解除这痛苦啊。那声音再度响起。我要如何帮他解除？楚风问道。很简单，此地乃是本尊领地，若要长久待在此处，就要与本尊玩个游戏。若是赢了，就让你在此的享福；若是输了，便要付出代价，被这锁魂枷锁束缚。除非能够赢了本尊，否则就要永生永世留在此处，做本尊的奴隶。怎么，你敢挑战吗？若是你能赢了本尊，本尊不仅让你安然离开，还会放过这个小丫头。当然，你与她不同，你无需长期留在此处，所以就算你不愿挑战，
本尊也不会对你如何，只是这个小丫头的日子可就没那么好过了。小子，我看你们两个刚才卿卿我我的，很是恩爱，难不成那恩爱是假的吗？那位的声音变得嘲讽起来。楚风哥哥，不要答应他，这件事是我大意了，我自己能解决，我不想你被我连累。紫菱赶忙相劝，他了解楚风，知道楚风一定会帮他，可他知道这件事有多危险，他并不想楚风为他冒险。傻丫头，除非我死了，否则我怎么可能不管你？楚风对紫菱说道。好，够男人，本尊欣赏你，既然如此，你便进来吧。那位声音再度响起，紧接着楚风前方的大地竟然碎裂开来，一道宛如深渊一般的巨大裂痕浮现在了楚风面前。楚风哥哥，你不要去！紫菱再度劝道。可楚风看着紫菱那苍白的脸庞，却是淡淡一笑，只留下了一句话：在这等我。话罢，楚风已是跃入那深不见底的大地裂痕之中。